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宇彤。中共解放軍報上登出的一篇文章，將中共第一期全軍高級幹部培訓班裡的黑幕露出一角。這些中共軍隊裡的軍頭們，在長達10周的時間裡，筆記本上寫滿了一頁又一頁，宿舍樓裡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一句話，備受折磨。與此同時，美國和台灣也向中國人民，尤其是這些軍隊裡的這些高官敞開大門，呼籲他們是時候做出改變了。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一切政治高壓正在促使事情向他最害怕的方向發展。或許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這就叫報應。好，下面咱們就來聊聊這些事情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繫。6月24日，中共解放軍報在頭版刊登了第一期全軍高級幹部培訓班冊記，裡面罕見的8次提及一個關鍵字“毒”。毫無疑問，中共黨魁是要模仿延安整風，再一次在中共軍隊裡，從軍隊高層開始掀起一場紅色恐怖，目的是避免內鬥中落敗，甚至出現馬杜羅和哈梅內伊那樣的結局。而這個毒針對的顯然就是不久前被中共官宣調查的張又俠、劉振立。4月8日至6月16日，第一期全軍高級幹部培訓班在國防大學舉行。雖然以培訓班為名，然而文章字裡行間透露出的卻是一股紅色恐怖氣氛。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8次提及毒字。在中共黨文化黑話裡，肅清流毒之類的說法，往往意味着一場政治大清洗，針對的是在政治鬥爭中落敗一方在軍隊裡的影響力。那麼提到的這幾次毒字是怎麼說的呢？比如說10周時間裡，培訓班學員從思想根子上肅清流毒積弊，還有什麼肅毒除弊，按照徹底根治的標準肅毒除弊，引導學員把錯誤思想根子拔除掉。什麼叫所謂的肅毒除弊啊？簡單來說，那就是讓這些拿槍桿子的，要讓他們對張又俠、劉振立進行徹底批判。大家想一想，習近平能做到嗎？尤其是現在這些軍頭一個比一個精，個個都是兩面人，所以說根本不可能。但是告訴大家，在這些軍頭的心裡，張又俠、劉振立的被抓，對他們的衝擊那不次於一場大地震。為什麼？可以說沒有人能夠想到習近平能對這2個真正的軍隊實力派下手。咱們來看看歷史上，當林彪事件出現之後，中共黨內出現了一些什麼聲音，您就會發現類似的一幕正在中共軍隊裡發生。根據一份1971年10月17日合肥擴大傳達林彪事件後的幹部反應，裡面說到，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1971-57號文件，向中共省一級黨委常委以上通知林彪跑了。10天之後再發文件，則要求將此事的傳達範圍擴大到中共的4級黨委常委。又過了9天，毛澤東自認為局勢已經穩定了，所以他在10月6日批准了所謂的第65號文件，宣稱已經查明林彪陰謀謀害毛澤東和另立中央，並要求在10月中旬將此事傳達到中共地方黨支部書記、副書記、軍隊連級黨員幹部、空軍各機組、空勤地勤成員。我們相信，今天類似的事情、類似的文件，在中共軍隊高層中以及各地省級大員範圍內也已經公布。一定要把張又俠、劉振立說得非常嚴重。問題來了，毛澤東當時知道林彪出逃對民心震動極大，所以在這幾份文件結尾都特別要求各地將傳達討論情況逐級密封上報，那意思就是要看看反應。這一看，毛澤東不說話了。舉例來說，這幾份文件下發後，
中國安徽合肥在10月10日一直到14日召開了所謂的18級以上幹部會議，到會的一共1200多人。會上就說林彪出逃身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反省，成立中央專案組調查林彪、陳伯達問題。最嚴重的是說林彪圖謀幹掉毛澤東和另立中央。這場會議之後，合肥市網上報的文件竟然沒敢列印，全部是用筆寫的。可想而知，他們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不敢列印，完全是害怕洩露機密。咱們來看看當時人們的反應。首先是不相信，有人懷疑飛機是否真的墜毀，林彪等是否真的燒死，他的警衛員被打傷是否是埋下的定時炸彈。還有人問，既然毛澤東早就知道林彪的錯誤，為什麼還說他一貫高舉，一貫緊跟，選他當接班人，並且寫進黨章和憲法草案？您看，一樣的問題，今天不也有嗎？張幼俠、劉振立被調查了，那你習近平怎麼沒早發現啊？你眼瞎啊？中共宣傳機器天天登這2個人的消息，又是怎麼回事？你習近平怎麼解釋？還有人擔心，選了幾十年，選了個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又選了林彪，今後能否選到毛澤東的接班人？有的說，過去受劉少奇的騙，後來受陳伯達的騙，又受林賊的騙，今後難免還要受騙。還有的就用了流毒這個共產黨黑話，說林彪他流毒廣，影響深，很難肅清。有的說出事一次比一次大，這樣怎麼得了？感到擔憂。無獨有偶，在今天的這個中共第1期全軍高級幹部培訓班上，這個所謂的流毒又出現了。中共解放軍報說，流毒變異發酵，代際傳遞隱藏更深，毒性更大，流毒影響就在身邊甚至身上。那意思就是張幼俠、劉振立在軍隊裡幾十年經營，樹大根深，影響力觸及軍隊的各個要害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提到讓這些軍隊高層閱看違紀違法人員懺悔材料，讓人猜測這裡所謂的違紀違法人員懺悔材料是否指的是張幼俠、劉振立。文章再次強調，所謂軍隊是拿槍桿子的，軍中絕不能有對黨懷有二心之人。還說讓這些軍隊高層在思想上畫出紅線，在行為上守住底線，搞清楚哪些紅線不能踩，哪些底線不能越，哪些雷區不能闖。顯然，習近平自知張幼俠、劉振立在軍隊裡的威信是他所不能比的，他也深知軍隊裡對張幼俠、劉振立的支持、同情者依然大有人在。這篇宣傳文章顯示出習近平完全不能控制軍隊，因此才要模仿延安整風的高壓方式，對這些軍隊高層進行洗腦整肅。文章裡的一些細節讓人想起了延安整風時的場景。文章說，這些軍隊高層揭短亮醜，筆記本上心得體會、發言要點寫滿了一頁又一頁。學員宿舍樓裡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話，實際上殺氣騰騰，因為這一幕在中共歷史上反覆出現過。解體黨文化中曾經介紹說，中共的延安整風期間，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3-5遍，有的竟然修改了13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裡，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着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而且中共在運動中先打壓一批所謂罪大惡極者，造成恐怖氣氛，然後迫使每個人自我坦白檢討，宣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獎、立功贖罪的政策，在充分利用人們希望早日過關的心理，使人們出於自保
或投機而揭發陷害他人，這就使得人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檢舉揭發親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場是站在黨的一邊的。今天，習近平雖然想要再一次啟動這台紅色絞肉機，借恐怖穩固自己的權力地位，但是整個中國社會、世界局勢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他的這場政治運動很可能加速軍隊裡反抗力量真正採取行動。國際上已經為這些正在遭受高壓整肅的軍人開了一個方便之門。截止6月24日，油管上的 CIA 賬號發布的一則視頻已經達到1877萬的觀看量。它的標題叫做“挺身而出的原因：為拯救未來”。CIA 公開向中國軍人發出呼籲：世界的命運掌握在你的手中。巧合的是，就在這個軍隊高級幹部培訓班結束前2天，台灣國安局貼心地打開一扇窗，鼓勵所有對中共政府不滿的人士積極提供情資。在發布的影片裡，一番話戳中無數中共官員的淚點。又有人被帶走了。這一陣子老同志一個接一個莫名其妙的消失，連個說法都沒有，想到心裡就直發慌。是時候做出改變了。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在中共對軍隊的這種極端嚴密的控制下，軍事起義在實際上都很難成功。然而在網絡的時代，很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過去不可能的，今天就變得非常輕鬆。美國和台灣已經為軍隊勇士們提供了機會，他們一不需要槍，二不需要調動軍隊，只需要通過網絡就可以起到千軍萬馬一般的作用。說到這裡，我們突然對推背圖的古老預言有了一個新的猜測：東邊門裡伏金劍，勇士後門入地宮。這個後門或許正是網絡上打開的後門。哈梅內伊就是被以色列從後門進入攝像頭，從而把他的一切摸得清清楚楚，最終在他頭上準確地投下30顆炸彈。中國的軍人們、官員們要想改變今天的高壓處境，一切希望就在你們自己手中。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歡迎您訂閱這個頻道。我們的節目每週1和週5固定播出。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請幫我們點個讚。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感謝您的收看，讓我們下次節目再見。